据日媒报道，日本现任防卫大臣安倍的胞弟岸信夫在21日访问冲绳自卫队基地时，着重提到中国海军军演，通篇渲染中国威胁。近日，据日媒报道，日本新任防卫大臣安倍的胞弟岸信夫在21日访问冲绳自卫队基地，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视察。然而，在发表演讲时，岸信夫却并不是被问冲绳自卫兵，而是着重列举中国海军军演，通篇渲染中国威胁，列举中国的军事行动，训话自卫兵称，大家应自觉肩负保卫日本安全的责任，每天更勤奋地执行任务。据悉，2020年中国在4大海域军演的次数是真的蹭蹭往上涨。不过，这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例行巡视本国海域，但这对许多心怀鬼胎的国家来说就是如履针毡。特别地处中国周边，家里供着一尊上帝的国家。据悉，虽然日本的国土面积不大，但确实是美军海外基地最多的一个国家。世界上最大的10个美军军事基地，仅日本就占据一半。同时，据官方数据统计，迄今为止，美军在日本岛上建造的军事基地就有88所。2015年时，驻日美军官方数据更是将近5万人。众多基地之中，冲绳便是最受关注之一。虽然该地名义上是日本领土，但实际上自1972年开始便一直被控制。美军现占用该岛18%的陆地面积，占全部驻日美军基地总面积的75%，至少一半的军人都在冲绳基地，是美军驻日军营。冲绳之所以被美军看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处于日本九州岛和中国对岸海峡之间，靠近朝鲜半岛。从冲绳基地美军军种上看，70%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由美国第3海军陆战队远征军司令部指挥，被称为美国本土以外唯一一支可以从夏威夷到非洲好望角做出快速反应的部队。在中美两国对峙下，岸信夫此次的冲绳访问，除了视察外，更重要的是通过中国近月来的军事演练，向冲绳自卫队渲染中国威胁。明明是中国正常巡视海域，却营造出一种中日即将开战的气氛。所谓的紧急出动，日本空军盯紧中国海军动静，说是为防备不测事态，应采取万无一失的对策，其实也在提醒日本自卫队做好搅和中美或者中国与对岸海峡的准备。再来，日本首相近段时间的出国访问时，与邻国对我国海域上的关切，加强海上安全能力的合作，也是需要我们警惕的。近期，中国在东南沿海部署的东风17，既是一种威慑，也是防范于未然。如果美军要干涉中国的统一，日本不可能独善其身。在这之中，冲绳基地的地理优势对我军的攻坚战来说，绝对是一大阻碍。除此之外，剩余军事基地，我们要先针对驻日美军的心脏、左膀右臂以及空中警察部署作战计划，一一打掉。伪军工强国原形毕露，外媒土耳其 TB2 无人机惨遭集体击落。据多方新闻在21号的报道称，近期亚美尼亚在阿塞拜疆的冲突地区击落了阿塞拜疆从土耳其进口的 TB2 无人机。从新闻提供的画面中可以看出，这些 TB2 基本没有受到弹孔的创伤，似乎是受到了强有力的外界干扰打击。这不免让外界猜测，是不是有其他国家介入了亚阿之间的军事冲突？究竟是谁动用了如此大威力的干扰设备来对付这些无人机？事实上 TB2 作为土耳其最新型无人机，该款无人机同样有着不少传奇色彩。例如此前叙利亚战场上的大展神威，再到利比亚战场上碾压别国无人机，以及加拿大为打压 TB2 为由禁运光电塔等。种种事件表明 TB2 无人机确实有着很大的优点。不过在光电塔贝拉克塔上一直采用的是加拿大 Wiscom 公司生产的 MX-15HD， 虽然加拿大公司将该项技术转让给了土耳其，但是由于土耳其方面一直未能熬到贝拉克塔的实物拆机，因此这也导致土耳其难以依靠自己的能力生产 TB2 无人机。要知道，如果土耳其能够自行研制贝拉克塔的电子设备，那么土耳其的 TB2 无人机将能够不断进行修改，从而达到对手无法干预的能力。虽然近年来土耳其为摆脱 TB2 以及贝拉克塔等一些问题，积极地利用本国产业工人力量承接一些欧美等大型工业企业项目，这也让土耳其能够轻而易举地接触到欧美高端产业设备。正是利用这种便利，土耳其在自己的国防工业上不断扩张，无论是海陆空，土耳其都能够推出相当不错的军事装备。不过土耳其依旧未能掌握核心技术，但土耳其却能够因此得到沉淀，以此来提升自身的创造力。显然土耳其方面似乎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由于本国 TB2 首次经历了加拿大禁止向土耳其出口光电塔的危机之后，这也让土耳其不得不向其他国家提供军事援助。再加上土耳其也意识到了国产光电塔的重要性，如果本国仍未能研制出光电塔，那后续将一直受制于人。同
同样，作为发展中的国家，中国也应当意识到这个问题。本国只有牢牢掌握核心技术，才不至于被别的国家牵着鼻子走。因此，土耳其作为一个伪军事强国，似乎仍没有对自己的军事实力有所认知。俄产式伊尔76运输机进行地毯式袭击，或在冲突扮演重要角色。印度欧亚时报称，印度和中国将进入拉达克地区军事对抗的第7个月，在喜马拉雅山的严冬来临之际，双方没有任何脱离接触的迹象。该报道称，作为喜马拉雅部队后勤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印度已部署了 C-17、IL-76、C-130G 等运输机，以保持供应链的运转。一位名叫曼莫汉·巴哈杜尔的印度空军退役少将表示，万一喜马拉雅冲突升级，军用运输机将不仅仅是空运，而是扮演重要角色。我们今天重点要讲的是，印度空军的 IL-76 忠诚都用于军用运输机。最近，作为控制检查的一部分，伊尔76机组人员在罗斯特维尔地区对地面目标进行了实际的空中轰炸和大炮射击。根据国防部说法，飞行高度从300米到1000米不等，时速超过500公里一小时。据悉，特贝尔普斯科夫和伊万诺奥空军的机组人员参加了这次飞行，其中包括去年大学毕业的年轻飞行员和航海家。每名机组成员至少进行了3架次战斗使用。据报道 ，IAF 的重型运输机还从平原向拉达克空运坦克 T-72 和 T-90 坦克以及印度陆军装甲运兵车对抗中国。最近视频显示，伊尔76在拉达克的一个空军基地降落。伊尔76运输机是前苏联伊留申公司在上世纪70年代设计制造的4发大型军民两用战略运输机。作为世界上最为成功的一款运输机，至今已有超过38个国家使用过或正在使用该运输机。伊尔76机身全金属半硬壳结构，基本呈圆形，机头呈尖锥形。它于1967年开发，其目标是为了运载超过88000磅的货物，并且在6小时内飞行超过5000公里。该报道称，印度还有一支由17架伊尔76运输机和7架伊尔78空中加油机组成的机队。军事专家分析，退役的空军飞行员维贾因德克·塔库尔表示，印度空军的 II-76是否可以执行类似的行动？印度空军于1985年至1989年间从前苏联购买了这些飞机，他们的第一次大修是在试运行5年之后，然后延长到10年。据论坛报道，印度空军继续在其规定的技术寿命之外驾驶其伊尔76重型飞机，这可能损害其执行任务的能力，并对人和飞机的生命构成高度威胁。中年疫苗引巴西不满。巴总统，巴西人民不会成为任何人的试验品。随着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的背景之下，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灾难。作为拥有世界上医疗最先进的美国，同样在面对疫情的席卷变得不堪一击。现如今，美国已经有超过800万人感染，死亡人数更是超过20万人。第2位是印度，感染人数超过750万，死亡人数超过10万。排在第3的是巴西，巴西的新冠感染人数突破500万例，死亡人数更是突破15万例。虽然印度感染人数远超巴西，但巴西因新冠致死人数却远高于印度，这也不免让外界担心巴西是否能控制住疫情。据环球时报援引彭博社在21日的报道中称，此前帕祖洛在圣保罗州州长尼奥多里亚的支持下，签署了与中华弄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合作，并且还将该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纳入紧急计划的一部分。随后，这也引来了巴西总统的不满。巴西总统博索纳罗更是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示，巴西人民不会成为任何人的试验品，数10亿美元也不能花在仍在进行试验中的药物，因此我将不考虑购买该项疫苗。这一表态瞬间遭到了打脸。其实早在博索纳罗表态前，巴西政府就曾调拨20亿雷亚尔用于英国医药公司和牛津大学共同研制的疫苗，但就是在本周3晚上，由英国医学公司和牛津大学共同生产疫苗，导致巴西志愿者出现死亡。这不免让巴西民众猜测，为何总统会禁止中国疫苗而选用不安全的疫苗。对于博索纳罗反对使用中国疫苗，有相关人员给出了这样的分析：由于新冠疫情在巴西爆发期间，博索纳罗一直在针对各个国内势力进行斗争，全然不关注国内的疫情情况，这也让塞阿拉州和圣埃斯皮里托州纷纷做出了表态，要坚决抗击疫情。正是这些州的州长都说新冠疫苗不会干涉到巴西总统的选举无果的情况下，以及巴西的2位前任卫生部长经常与索纳罗发生分歧，这也让巴西的疫情变得愈发严峻。事实上，中国新科疫苗已经进入第3试验阶段，并且该疫苗甚至得到了圣保罗州的频频赞扬，这也表明了该项疫苗确实拥有安全和可靠性。但面对如此宝贵又可靠的疫苗，巴西总统却极力反对，这不免让外界猜测，是不是美国在背后做了怎样的手脚。